想要抛开历史的苦痛，静下来欣赏巴尔干的风情，你不得不走得更深更远。塞尔维亚的精髓往往藏在公共交通并不便利的深山里，比如山里的修道院，开了3个半小时车，翻了无数的山，还有还原19世纪生活的木头村落。从尼什出发，进入西南部山区后，道路越来越不好走，风景却明显好了起来。到达修道院时已经是下午3点多，太阳开始西沉，山里的天黑得特别早。斯图代尼察修道院，开了3个半小时车，翻了无数的山，终于跑到这里来了。这个修道院非常大，这个是联合国的文化遗产。风景比前面看的2个修道院要好，藏在深山里，这个道理的。院子里有几位修道士在活动，他们穿着传统的东正教修士服，留着胡须，看起来都很年轻，笑容腼腆而礼貌。这个就是斯图代尼察修道院，哇，里面的石壁画太好看了，怪不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文化遗产，太可惜了，不能拍啊！风景也好，外面很难用语言准确地描述斯图代尼察修道院石壁画的精彩程度，光线与教堂内部的氛围，那肯定是烘托了这些圣经故事的神秘感，但恰到好处的颜色搭配，丰富的层次，人物表情的细致程度，这些细节真正体现了中世纪塞尔维亚艺术的水准。修道士的餐厅对访客开放，我走进去，向一位修道士要喝的土耳其咖啡可以吗？他很客气地问。最后在修道院喝了一杯土耳其咖啡，土耳其咖啡基本上就是直接拿开水冲咖啡粉，所以你喝的时候要当心，因为底下会有咖啡的渣。为了更多了解这个历史曲折的巴尔干国家，出发前我读了一些书。我知道奥斯曼土耳其对许多中世纪修道院的损毁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在今天，在这座塞尔维亚最知名的东正教修道院里，我能喝到的却只有这一杯土耳其咖啡。历史以一种近乎荒谬的方式在这里完成了闭环。这杯咖啡没有标价，我往捐款箱里放了一些钱，用来支持修道院的日常维持与修缮。我离开修道院的时候，夕阳西下，散落在山间的小木屋蒙上一层金灿灿的霞光，烟囱里的炊烟把空气搅得灰蒙蒙的。这一片景色欺骗着旅人暂时放下满腹的烦心事。第二天，我去探访了希洛格伊诺古村落以及沙尔干巴兹县的窄轨火车站。古村落里19世纪初的木头房子并没有引起我太大的兴趣，而那座火车站让我第一眼就联想到了魔法学院。
这是我看到它时脑子里蹦出来的一个念头。但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AI 给我的解释是这样的：巴尔干地区的传统建筑常使用不规则的多坡屋顶，以便能快速的排雪，而这种多坡面、木石混合、非对称的建筑特征就被大量的魔幻和奇幻电影系统性的借鉴。所以呢，误以为是来自想象力的印象，其实是长期被电影工业训练了视觉后的条件反射。我不知道这个火车现在还开不开，要去问一下，好像是冬天不开的。No, the train is no winter. 25 December it starts. 25 December. Okay. December. 25. Yeah, they start with the train Okay. tour. So okay. So you can walk until Friday. Something I drink. Yes, I'll Yeah. give you a minute. Okay, thank you. 虽然没有火车坐，但是可以在这个漂亮的地方坐一会儿，喝一杯热茶，还是很值得一来，非常好看这个地方，夏天可以住一晚上。这是塞尔维亚窄轨小火车其中的一个火车站，车就停在这里。哦，上去看一下。OK， 这样的。这样的，走了，火车们，有机会再来坐吧。但真正让我久久没法忘记的是抵达窄轨火车站之前经过的那一片平原。那里其实什么都没有，只零散分布着一些度假屋，阳光透过云层在地面投下斑驳的光影。我试着想象夏天的情景，坐在屋子的廊檐下，看夕阳慢慢沉下去，上帝之光铺在平原上，风声在耳边低低的吟唱。那是一种由平静本身带来的美好。